今天玩玩具了嗎？劇場版大禮包3款包一包一起賣，還給你特典包裝哦。本集來看看由好微笑出品的《The 合體 Dynazenon Universe 合體 Z Gridon Knight 與狗路多棒篇》。登場於作品《Gridman Universe》，此系列原作是來自於1993年的特攝作品《電光超人 Gridman》。但我小時候電視播的是美版的電光超人啦。世界觀為原始電光超人 Gridman 的其中一個分支，共計有3部動畫作品。本款是第2部劇情中斷後面出場的助拳人。本款是由之前同系列的3款商品所組成，但因為是大禮包版要有一點誘因，所以有特殊的外包裝作為特點哦。Gridon Knight 這身是在第1部登場的怪獸，在擁有自己的意識與信念之後變身而成。戰鬥力與 Gridman 比肩，可以以自己的意志選擇要變身的狀態，因此也可以變回原本怪獸的模樣，借此來應對戰場上的狀況。商品雖然是2021年的，但這個素體明顯是沿用2019年的超合體超人 DX 裡面的 Gridman。這個素體的設計相當的不怎麼樣啊，外觀除了銀色之外，全部都是塑膠成型色，而橘色部位因為有一點亮，所以不幸的在質感上表現還是不好。尤其是眼睛部分，原作中眼睛外層還保有怪獸時期的複眼外殼，上屏的外盒用得很帥哦，但實際上就只有霧面的金屬實色塗裝。可動性更是這個模具的悲劇啊！身上的關節都僅止堪用程度，想擺出大動作基本上不可能。連原作中他最愛擺的抱胸姿勢也辦不到哦。外形幾乎沒有干涉，但偏偏關節結構都相當陽春，甚至膝蓋彎曲還不到90度啊！更不用說腰根本不能轉。有附屬一對抓武器用的替換手手。狗路的棒，第2部主角群之一的女高中生撿到的一顆珍珠，並以她的情緒作為粮食所長成的怪獸，但會聽从她的指示來活動，而且無法被敌方所控制。能力是可以散發調整體型大小的粒子光線，並具備強大的防禦能力，還有變形技能。幾乎是全龍塗裝，畢竟它是金色的嘛，直接就用成型色就太過分了。眼鏡採用了金屬紅色，背上藍色的區塊也是採用金屬藍色，中心的寶石是難得的透明零件哦。頭部可以上下擺動，嘴巴可以開合，但是脖子是作死的，不能動。翅膀因為是變形機構，根部可以上下，中段可以轉動。髖關節是球形關節，根部則是變形機構，腿部本身不可動。爪子不能閉合，但是可以轉動。尾巴則是僅有末端的變形機構，可以上下擺動。變形成盾牌，頸部拆掉之後變形成頭盔狀態。兩腳打開，並且把爪子往上收。尾巴末端折起，爪子與尾巴對齊。翅膀下轉之後，根部呈水平角度。頭盔後側的接點接上本體，最後裝上把手就完成啦。與 Gridon Knight 合體，盾牌模式下先將頭盔給移除，翅膀展開，尾巴末端翻開，頭盔前端的接點接上本體，本體內側的接點翻出來，直接接在 Gridon Knight 背後的接點就完成啦。Gridon Knight 此形態的正式名稱，基本上就是讓 Gridon Knight 可以飛啦。增加空中的作戰能力，可以隨時解除合體狀態，依照戰況來變成盾牌或是翅膀。與前款的 Dyna 收入甲可以互動，腳式收起來，胸前寶石往下推，膝蓋裝甲轉向，爪子收起來，兩腳合併，頭部轉向之後，軀幹拉上來變成大龍頭，手臂180度轉向，然後往下折。尾巴與手臂調整位置就完成了。Dynamic Cannon 致敬原作電光超人的那管炮，同樣就是一個大龍頭大炮。不過因為本款的 Gridon Knight 本體的可動性實在太低了啦，因此拿着這管炮實在也擺不出什麼帥氣的姿勢。與合體龍人合體，剛剛變形的龍頭炮先把手臂轉正，把手轉向之後先放到旁邊。Dyna Wing 後方的頭盔拆下，機腹翻開，中間的接點翻出來，機翼折成 L 型。機翼內側的接點要先翻出來。Dyna Strike 左右分離，後側打開，手轉正或是換成其他的造型手。Dyna Dive 劍橋轉向，
左右側裙甲展開，雙腳分開，小腿下拉，中間的連接桿拉起來，前方可以裝上本款所附屬的穩定零件。Greedo Nido 的右手先換成握持武器的，然後雙手臂舉起 Back Posing， 兩腳往後抬舉。Dyna Daiba 的連接桿接在背部 ，Dyna Wing 的接點插在 Greedo Nido 的胸前，記憶的接點則接在 Dyna Daiba 的連接桿上，然後將 Greedo Nido 的雙腳小腿彎折 ，Dyna Sudlaga 裝在 Greedo Nido 的雙手臂上，外蓋把它蓋起來。Gerudo棒的頭頸部拆下來，翅膀調整位置，雙腳打開，並且把爪子往上折，尾巴末端往上收，與尾巴對齊。上緣兩邊的掛扣扣在 Dyna Wing 的扣點之上。Dyna Zeon 的頭盔裝在大龍頭炮的中端，握把讓 Greedo Nido 的握手來握着，這邊會有點難裝哦。中端還有接點可以與肩膀來連接。最後戴上 Gerudo棒頭頸部變成的頭盔，背後兩邊翅膀展開，裝上本款附屬的2大片耍帥披風就完成啦。超合體龍王Kaizeru Greedo Nido 借由 Gerudo棒的粒子光線調整大小之後才能合體的姿態。不過這個形態不需要 Dyna Zeon 的4個駕駛也能合體哦，但應該也是會稍微降低戰力啦，一些武裝會無法使用。結合第2部登場的重能力量，雖然具有壓倒性的絕對戰力，招招致命，但這個形態依然沒有終結技哦。合體核心換了，但是基本高度沒有變動太多。不含右肩的龍頭炮高度大約是25公分，雖然依然是純塑膠啦，但有多了2個合體的單位，所以重量大概就是這麼重。對照原設定，重現度依然是相當不錯哦。另外也可以得知，背後的耍帥披風並不是常態顯示，但設定圖上那個大腿可以轉向，本款完全辦不到。雖然外形基本上都還是 Dyna Zeon 的架構，但是多了胸前超級顯眼的金色大胸甲。還有右肩的大管龍頭炮，整體的氣勢還是有顯著的不同啦。加上原作登場的演出真的是有夠印象深刻，卻也因此造成對本款的失望更深啊。頭部依靠 Greedo Nido 原本的關節，外形干涉的影響比較大哦。加上還有右邊的炮，因此整體活動範圍不高。軀幹當然是完全不可動啦。另外腰部因為有空隙啦，所以其實會有前傾或是往右傾的問題喲，建議可以中間點個點片。背後的翅膀同樣因為造型影響，所以可動度範圍相當有限。2片披風的材質是硬質塑膠，所以多少也就造成了干涉。手臂與腿部的結構並沒有改變，所以整體活動範圍與 Dyna Zeon 一致。手臂前面雖然多了超大胸甲，但是翅膀可以調整位置啦。加上本來手臂的活動度就沒有太好，所以影響的層面甚微。腿部的部分，因為前裙甲又被大胸甲給擋到了，因此無法翻開，連帶大腿的抬舉就受到影響啦。因此這個形態腿部的動作是會比 Dyna Zeon 還低啊。放終結技要站在合體強龍的背上，原本合體強龍的腰間要多安裝一個本款所附屬的連接件。然後 Greedo Nido 與Gerudo棒的中間也要多安裝一個支架，最後支架與連接件結合，就可以穩定的站在龍背上啦。本款是大禮包3件套組裡單價最便宜的一款，但因為是這樣，整個不用心的感覺就更加強烈啦。Greedo Nido 本體直接使用很糟糕的舊素體，雖然大合體基本上用不到它的關節啦，但卻直接影響本體的把玩性。更何況大合體也因為關節設計太過陽春，根本也擺不出什麼姿勢，結果也無法靠本體來拉回一些分數。大合體的部分就更加糟糕了，完全就僅有重現合體與外形這樣。雖然本來 Dyna Zeon 的可動性就很低落，但是本款卻完全沒有附屬合體後的招式特效，在原本就很低落的把玩性中多附屬一些特效鍵，絕對會讓玩家稍微感覺心理平衡吧。單單大合體玩就只能站在那對照原作帥死人的演出，但手上的可動玩具卻什麼都做不到，請問是現在是回到8、90年代嗎？總之，Gerudo棒是本款唯一的亮點，但倒也不是這一只金龍做的有多好，只是因為其他的部分都沒有很好，整個都糟蹋了。就這樣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拜拜。